吃这个，这个好吃。狗狗南投，耶！今天跟我迫不及待一起研究旅游行程的是骑士旅伴红毛哥。耶！我又到南投了，我要把南投的风景跟美食全部踩进去。今天还没开始骑，我们就研究起路线，就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起参加过南投旅游100K，对，今年南投旅游100K 的南投美食文化寻奇又开始了，所以呢，真的是去年一踩上瘾啊。对啊，我今年呢这个100K呢，我已经不放在眼里了，我放在的就是我的美食，还有南投各个的小镇，我一定要全部都给它走一遍、吃一遍。红毛哥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因为每一个小镇都很有趣，所以真的是踩进心坎里耶，而且都没有踩雷。而且我今天特别的厉害，因为我早上什么都没有吃，肚子空空，我要就是要研究，我们刚才研究哪里好吃，哪里好盖章的地方，我们要一个一个全部把它吃个遍。你这个策略很对耶，对，因为如果你吃了早餐，等一下你就装不下这些美食。是，而且啊，我好像隐约已经听到前面在集合了，骑士们该不会他们都已经有美食攻略的一步一步的策略跟他们自己的行程安排？那我们也去看一下他们什么攻略，然后我们大家交换一下我们的攻略啊。我们不能输，快走快走 ，Go Go Go！低碳旅游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自行车来体验南投之美，来探索南投的深度旅游。哇！石虎柠檬乳酪跟剥皮辣椒鸡，剥皮辣椒鸡，石虎柠檬乳酪，所以这石虎也在里面哦。这一个火龙果炒饭，你看这个多巴胺的颜色，用的就是火龙果天然的色。所以我们这一餐就是我们南投农特产品的一个大餐。很多人都称它为法国第一好吃、最好吃的 croissant。它之前进军台湾的时候还大排长龙。南投真正好的旅行，就从南投旅游100K 自行车小镇漫游开始。这场热闹的单车嘉年华已经迈入第3届 ，Windy 我也连续参加了3年，一届比一届精彩。2025年的活动，除了今天揭开序幕的南投美食文化寻奇之外，还包括民间小镇慢旅寻奇、竹山小镇乡野传奇、草屯鸟嘴环潭骑游，以及集集小镇采风慢骑。透过这一系列的骑游活动，加上单车刚刚好的速度，绝对能好好感受南投乡镇之美。看看我们大家从热身操开始，就能感受到现场的活力吧。这音乐动起来哦！后面那一排的大哥，双手往上动，来动起来，动起来！可以很好，气吐气。除了有热闹的暖身舞蹈，也有许多单车网红准备跟我们一起出发。法香区画面太好看了。今天南投文化美食寻奇的路线非常平易近人，20公里都是平缓的路段。我们从台湾文献馆出发，会一路巡游中西新村、草屯和南投市区。重点是文化美食寻奇，顾名思义，沿途会有非常丰富的美食店家让我们探索。透过集章手册就能找到，集章完毕还可以兑换赠品，没有太大的时间压力，所以我和红毛哥决定要慢慢骑，多造访几间店家。哇，这好舒服，我可以骑一整天。
首先，我们经过了美食众多的早市南投市场。既然是美食寻奇之旅，早上肚子空空的，现在是不是要带我去吃好吃的？Of course， 这不就来了吗？南投人的早餐就从意面开始，而且我们来到这一间呢，它在市场里头，60年的老店。传说中，如果你来南投没有吃这一间意面的话，就像没来过一样。因为南投的意面跟台南的意面不同哦。都有点不同款。哦，就是不同哦。哎呀，就是不同一家。南投意面啦。阿信姐你好。太好了，太好了。南投意面，你们家的意面也特别不一样，肉燥怎么这么多？是啊，就是特别不一样。盐水意面就是它有加鸡蛋，他们最主要就是有那个蛋乳香味。但是我们南投意面呢是属于比较软嫩的、软 Q 的，软 Q 的，它是不加鸡蛋的。可是你会觉得说，那当然一定是鸡蛋加鸭蛋，一定会特别好吃，对不对？对，不一定哦。错。先帮我尝一尝，好不好？我觉得阿信姐家的意面啊，在给那个肉燥的手法上面，实在是令人激赏。不手软，不手软，真的不手软，撒超多。因为刚刚我本身其实是有点看不到面的啦，都被那个肉燥盖住。哎，红毛吃了啦，你看，黄毛哥，你真的有饿哦？好好吃，太好吃，应该是好吃，又加上又它的意面没有加鸡蛋，但是它的 Q 度、嚼劲都还是有，而且意面那个弯弯的，把这个酱汁带上来，接下去焦酱，都加哈。我觉得阿信姐家的意面啊，吃进去非常的滑口，是对，表面很滑溜，哎是，很滑溜，很滑溜，就是咻咻咻咻咻的那种，好像会在嘴巴里面动，会跑来跑去，不小心感觉就滑到口腔里面就没有了。对，然后肉燥很多，可是不会死咸，对，很香，对，而且吃下去之后，因为肉块给的肉燥其实有点肉块的感觉，给的很大颗，很大手笔，所以吃下去的整个那个满足感很高哎，好吃哦。所以你们要的答案就是在里面，真的通通讲到了。刚刚温迪有讲过，来南投没有来这里吃意面，等于没有来。我终于知道了。我和红毛哥进行美食文化寻奇的同时，活动主会场也上演着最吸睛、地表最可爱的儿童滑步车趣味竞赛。不管是有可爱造型的2、3岁，还是已经自带帅劲的5、6岁，还没开赛就完全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光是赛前练习就已经让人忍不住惊呼：真的太萌啦！我们等一下，这边一个。比赛哨音响起，看着这群小小身影在赛道上奋力冲刺，一边露出专注又可爱的表情，逗趣模样让现场笑声不断。更让人佩服的是小骑士的体能和技术也没话说哦。看来未来的自由车国手很有可能就在这群小身影之中啊！儿童滑步车不只是一场竞赛运动，更是一场欢乐的亲子派对，也让大家在笑声中感受南投的热情和活力。小朋友这么吸睛，大人当然也不能输。花式 BMX 展现多项特技，让大家惊呼连连，精彩度一样满分。来，那个2岁组。来，我们到这边。来，我们到这边。主会场活动热闹翻腾，我和红毛哥的南投美食寻奇也绝不冷场。踩上 bike， 我们继续出发。超受车友欢迎的南投100K 自行车小镇系列活动，今天从南投美食文化寻奇开始。
骑着单车不但让我们感受到低碳、健康、慢旅的活动主轴，现场结合的精彩表演和儿童滑步车比赛，也让人感受到自行车活动的热力。相信今天的游程一定带回满满的南投城镇风情与美食魅力。Windy 我和红毛哥搜集完第一个集章店家之后，继续前进，很快就来到有花园城市之称的中心新村。I love 中心新村，哇，太棒了！我觉得每次来到中心新村，那个舒适的感觉、chill 的感觉，就大大的被提升。对，而且在中心新村骑车啊，骑车是我最爱的运动之一，就是可以一边骑一边吃。对，今天我们吃的啊，也要有不同的品项，所以我带你来这间，它有一个品项就是氛围。哦，这很有文青风的感觉。老宅里面华丽转身之后，变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空间，让人觉得很舒心，很有设计感。另外呢，这里的面包烘焙还有甜品也是远近驰名的。是啊，看起来就好可口哦。对呀，是不是？你看看这些设计。的烘焙师傅爱德华，哎，华哥好，华哥好，一起做，一起做。OK， 哇，我们的石虎柠檬乳酪跟剥皮辣椒鸡，剥皮辣椒鸡，是的，石虎柠檬乳酪，所以这石虎也在里面哦。哎，好像是啊，没有。保育类，对，它是保育类，它不能。那为什么叫石虎柠檬呢？因为我们选用的是竹山，就是南投在地的一间叫掌柜柠檬，它的柠檬它本身一个栽种的环境呢，它会有石虎的一个出现。那它为了要保育这样濒临绝种的一个动物，所以呢，它去改变了它的一个栽种的一个环境，然后进而去提供给石虎能更加的一个照顾的一个环境。就是这个。你这么了解在地，所以爱德华自己是南投人，对吗？对，我本身是在南投出生长大的。是在中心新村吗？对，没错，就是在中心新村。所以是回到你熟悉的家园里面来开设面包烘焙坊。没错，所以我非常开心可以回到家里面。而且这么有想法的面包口味，表示你是做烘焙出身、学烘焙出身的喽。我本身其实是学行销方面的，因为我们家其实是烘焙世家，可是我从小并没有想说要往这一条路这样下去发展。难怪，好好吃哦！终究还是要落叶归根的。它的面包是有嚼劲的，但是不会让你咬到会累。然后里面这个柠檬，我眼睛闭起来，我看到石虎晚上的时候从柠檬树下走过去。对啊，因为就是他们就是友善嘛。友善。对。这个吃下去之后，一方面。面包体的本身，它整个蓬松度跟那个 Q 度，有一种会回弹的感觉，筋性很好。另外一方面，柠檬香拿捏的也非常的恰到好处。师傅俊杰哥，你稍微品尝一下他们家的肉桂卷。好，因为这个肉桂卷是招牌，对我们蛮多客人喜欢的。上面有一个你独门的酱料，叫做是太妃焦糖酱。太妃焦糖酱，哎，我知道网络有一个很厉害、更厉害的昵称是太妃糖胖死酱。我还没讲完胖死，你已经吃了一半了。你不怕胖死吗？不会让人家应该叫胖子酱吧？这个哇，它的口感层次，面包软糯，里面应该是还有核桃。对，还有。然后它的肉桂酱好浓郁哦。你这个是有一点古早味的太妃糖跟古早味焦糖的感觉，很像阿嬷煮红糖水的时候，或者黑糖水的那个味道。因为我希望它呈现出来是比较偏向于我们蛮经典的牛奶糖的。对，所以童年的回忆，所以我刚吃进去觉得好童年哦。对，爱肉桂的朋友来吃到这个，一定是爱不释手。品尝完口味独特的面包，赶紧再跟上车友队伍，因为炎炎夏日，大家都自动寻找清凉感，车友们都去吃冰啦！
红毛哥，你看南投真的很热情，我们面前的冰啊，高度比2个拳头还要高，是这个碗比脸还要大，真的 CP 值超高的。我这一碗。这个是北欧冰淇淋，上面有山丘的冰淇淋，下面还有雪绵冰，还加了炼乳，哇，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哦！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冰淇淋口味，巧克力、草莓、香草，其实都是很传统的口味。因为这一间就是老店哦，这一间冰品店，你不要看它好像藏在一个招牌不大的内装空间里面，其实它是南投在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冰品，已经有大概80年，传承到第4代的历史。80年啊！哇，这一定要吃吃看。对啊，南投在地人都吃这一个。除了你的北欧冰之外，我面前这一碗啊，是他们叫做德意冰，也是他们的招牌。花豆有多大颗？多大颗？满满的，下面的那个冰也真的是细绵，然后堆得跟小山一样。哇，我的好惊艳哦！难怪可以传承4代。第一，它的花豆熬煮的非常厉害，厉害之处在于它一颗一颗完整的，可是没有松掉，但是呢又煮的有够入口即化，用舌头压一下，整个花豆的香气就出来。第二，它厉害之处在于它上面撒的不是糖水，绵绵冰上面淋的是酸梅汁，花豆是甜的，所以我就有点酸甜的感觉，难怪它这里放了一颗梅子。第三，它的冰淇淋花生冰淇淋那个花生香气有加分的作用，画龙点睛，因为花生很香，花豆很甜，酸梅很酸，所以3种口味一次满足。我这个也是3重口味啊，我这是北欧冰淇淋，下面的绵绵冰呢加了炼乳，那上面的冰淇淋我吃下去，古早味这个叫古早味把布啊，以前人都叫把布啊，这是把布的味道，所以这个传承了80年的老冰店，真的是哇，很惊艳，很惊艳，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般的冰品，内在其实有内功在里头。哇，温蒂啊，今天早餐3重奏啊，3重奏，西式、中式、冰式。真的是连给我3级，真是太满足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吃完这个之后啊，等一下这个我觉得也很好吃，所以我们还没有停，我们不要停，我们吃完冰之后，下一站我们继续，还继续吃哦，继续吃。我们先把这一碗，那吃完冰，我再多去骑几圈，我们再去吃下一家。先吃再说，先吃再骑。差不多6分饱，太好了，还有空间，继续吃下一站。耶！吃完了冰之后，嘴巴凉凉的，那当然就要吃点热的喽，合理吧？合理。那这一餐带我来吃什么呢？来吃中部的霸丸。哇！看起来好可口哦！不只是看起来，红毛哥，我跟你讲哦，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啊，它可以说是小吃的1级战区。你可以看到街上有非常多的美食，可是，在这种1级战区里面，这一间店它已经快要1甲子的历史了，60年。对，能在1级战区屹立60年，它的东西一定非常的好吃。对，而且它是从推车叫卖，一直到有小店面，再到大店面。对啊，表示说生意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受欢迎，并没有说因为1甲子传承到2代、3代，它口味就改变，没有哦。那赶快来吃吃这个古早味的霸丸。对，这个霸丸啊，它的皮非常特别，它是一个3合1的霸丸皮，因为一般我们霸丸可能就是糯米嘛，或者说有些是再来米，它是糯米、再来米再加上地瓜粉，用很好的比例去混合而成的。好软 Q 哦。跟一般我在北部吃的那个皮不一样，你试试看。它介于炸跟蒸的中间。那北部吃起来，它很有咬劲，韧性比较够。那这个呢，它咬下去有韧性，但是一咬就化开来。对，它的霸丸皮会让人
能有一种很舒爽的口感，因为本身啊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弹，但是呢是软中带团，软 Q 的感觉，然后整个很顺口哎，好好吃。Wendy，这老板是包错了是不是？这么大一块的五花肉，整整一块在里面呢。是肉包吗？哇，肉好新鲜。口感肥瘦比例刚刚好。8:2的肥瘦比，这个是他们家的坚持。我觉得这个坚持深得我心，因为吃起来真的是不会太肥，可是呢，那个本身肉的香气跟油脂有锁在里面呢。哎，哥，我们还要加这一罐，他们的灵魂在这里。辣酱。辣酱，这个自制辣酱呢，是他们用米浆里面调了一点朝天椒。哎呦，这要来一点。不知道朝天椒会不会很辣呢？我先加在旁边。好，不要一下下手太重，万一太辣的话。但是喜欢吃辣的朋友非常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灵魂辣酱。很多在地人都超推荐他们的灵魂辣酱，都说这个加了之后，整个风味又完全不同。哦。哎，怎么了？放烟火？辣椒哦，有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死咸调味的，这个呢就是给你辣，然后又有香味。它有辣，可是我觉得它很有分寸。是。它辣了，但是没有辣到底，它就是辣你一下啊，点到为止。它是有辣的温润，有辣的温润，因为你刚刚说它是用再来米浆加上朝天椒一起做的，所以说这个朝天椒的辣，又用米浆的温润来把它包覆起来。对，就是那个朝天椒要辣你的时候，米浆就说来，我们缓缓。又辣，缓。哦，真的不错。差不多这个意思。那这些料是这个是阿嬷炸肉，也是这间店的名招牌哦。就是60年前推车就吃炸肉了。对啊，你看看，怎么可能里面的肉汁？怎么可能里面的肉这么嫩？外酥里脆又 juicy。咬下去有吓一跳的感觉。我觉得它外面那个酥脆的程度拿捏得很好，然后里面的肉真的是会让你吓一跳，说怎么小吃店会有这么具水准的拿捏，好好吃哦。这个而且这辣椒有点开胃的感觉。今天刚刚吃到6成，然后吃了冰8成，再吃这个，应该已经9成。我们等一下还有吧，还能吃吧？但我觉得这间真的是1级战区里面的1级棒，好吃。今天你带我这个美食之旅，真的收获太大了。也不得不说，我们南投百 K 小镇漫游的这个集章地图很厉害耶，里面选的都是每一家店都会变成我的口袋名单。在热情的阳光下，参加南投美食文化寻奇的车友们也陆陆续续骑回终点。集章完成的车友不但可以领取兑换结合在地农特产的伴手礼，现场众多摊商也都是南投店家或小农特产。比赛完有吃又有得逛，满载笑容与回忆。哇，我们骑完了车，逛遍了整个南投，也吃了非常多的美食，但是好像还有一点点缺了一点点什么的感觉。我知道你意犹未尽，对，因为你骑不够，没关系，我早就帮你计划好了。因为它这个南投的自行车嘉年华是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啊，我们参加完这一场，还有下一场，我已经帮你报名了。哦，真的哦。我们先来探路，但既然要探路呢，也要养精蓄锐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要入住一间城堡。哎呦。哇，以我的身份地位住这城堡，那当然是非常适合的。是，国王这边请。公主里面请。国王不要客气。公主里面请。国王先。公主。国王先。公主。嗨 Gary， 你好，我带国王来入住城堡。欢迎来
到我们的水里的这个地方，很漂亮的地方。你们这间饭店的外观很有城堡的状态，进入大厅之后也蛮有城堡的感觉。就 Gary 长得也很像王子，王子好，谢谢。帅。是我们这个水里乡，其实就是玉山山脚下非常一个繁荣的地方。我们芙蓉这边2023年开了新的饭店。那我们跟在地文化艺文，然后在馆内很多欧洲的这个设计。你们从开车进来进到水里乡的时候啊，远远就看到一个白色的建筑物，耸立在水里乡的乡镇之中。通常这种感觉只有到欧洲的时候比较会有。你去欧洲旅行，你会在开车的时候远远就看到有一座城堡矗立在某个山腰或是山顶上。我们其实远远看就很像一座白色的城堡。是。我们除了外观像城堡之外，其实我们馆内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在地文化的传承，楼下是呈现是我们太空人的作品，李湛然老师的艺术作品。来到这里啊，除了欣赏我们水里乡之外啊，待会如果有机会要再出去走走，我们的车城的铁道文化园区，还有我们的蛇窑的陶艺艺术园区之外，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集集的铁道啊，信义的那个原住民部落、日月潭、埔里都。车程都相当的近，其实来到这边真的有一种南投处处是山，所以应该就是每一间房间都是无敌 view 咯。没错，待会都可以结伴入住，房间都准备好了。真的？是，好啊。我们每一间房间其实都有很漂亮的 view， 哇！待会你们进房一定要好好欣赏，都有落地的窗，然后进去之后是用紫色的典雅的家具，哇，太好了，一定要拍很多美丽的大片。我喜欢沉稳的紫色，因为紫色就是贵族，凸显我的身份。是，公主。那国王，我们赶快 check in， 好不好 ？OK。那你东西给我们，那我帮你check in。你们先到我们的乐聚交易厅，好，那边里面有很多点心、饮料，然后还有桌游，可以先慢慢的等待一下。好啊，先把手续先办完。谢谢 Gary， 谢谢。所以我们可以去 PK 一些小游戏。OK 啊 ，OK，麻烦了。 OK， 谢谢 Gary， 谢谢。好，来。不，你自己。房间也是走纯白色系耶，红毛哥。哇！它延续外观白色城堡这样的设计，走进房间之后，白色加上女生很喜欢的这种沉稳的紫色，真的让我很有公主的感觉。我真的超喜欢这种紫色，我觉得它是一种低调典雅又高贵的感觉。是，我看到的是，你看这边好像有一个合适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小桌子，哇！无敌 view 哎！我真的很喜欢房间这样的设计，这个视角望出去，其实真的就有来到水里被山包围，把我们南投处处是山这样的氛围都衬托出来了。而且我觉得饭店啊真的很贴心哎，它这个就配茶配咖啡吃的小点心也是在地的日月潭的米汤哎，红玉风味。对，因为这个红玉红茶是日月潭的特产。哇，还有这个山猪2号，这个也是在地的咖啡，而且好像它是烘焙冠军哎。对啊，用全国咖啡烘焙赛冠军的咖啡来提供给旅客，我觉得很用心，而且也很不计成本，最喜欢这样了。这里就变成我觉得我来水里这么多次，现在是我心目中第1名的咖啡厅啊，已经这一个区域，对这个 view， 外面的餐厅咖啡厅好像没有，因为他们都是在平地比较多。对啊。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已经品尝了非常多南投的在地美食。可是我觉得这间饭店的早餐一定还是要细细品味。
你要不是跟我说这是饭店的早餐，我会以为你带我来高级的西餐厅吃饭呢。因为我觉得整个饭店餐厅的氛围也很好，确实有你讲的那种感觉。另外，它走的是 semi buffet 的路线，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食物，同时还有搭配一个主食。这个主餐点也是严选的哦，来自法国的 croissant。如果你讲到这个的话，你不要跟我讲说它多厉害，因为本人呢是国家认证的丙级烘焙师，我可是有去考证照的。失敬。我一吃就知道这厉不厉害，但是以外观来讲，它已经是我心目中很高分的可颂。哎，不愧是有烘焙执照哎，一看就晓得。对，因为这个法国品牌，它可以说是真的顶级的，很多人都称它为法国第一好吃、最好吃的 croissant。它之前进军台湾的时候还大排长龙。超级酥脆，超级蓬松，它外面酥脆的程度是很惊人的，然后吃到里面又非常的松软蓬松，空气感很足，好好吃。就它的口感蓬松之外呢，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是做到它不油，所以吃下去负担也不会这么重。它里面夹的馅，我觉得也很用心，因为相当新鲜，洋葱、番茄、生菜咬下去都有清爽感。我的是牛肉的，然后搭配了生菜还有 cheese， 哇，这吃下去好像我就在法国的感觉。我终于知道之前为什么会大排长龙了。好吃。自行车旅行意犹未尽，在南投市那边探索完美食之后，民间这一场我也一定要来参加。但红毛哥竟然给我消失他竟然自己先跑去探路找吃的，不等我。不过不要紧，我个人也是相当精明的，因为我找到比他更内行的行家，很了解我们南投的副县长王瑞德副县长，副县长好，还有我们观光处的处长陈志贤处长，这两位一定比红毛哥更懂南投，所以我放他走没关系，放他飞啦。这次来到民间，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乡镇。副县长，我们在民间真的有很多的农特产值得好好品尝没有错啊。我们民间为什么叫做民间呢？因为它以前叫做拉曼，我们民间乡跟彰化县隔着一个八卦山脉，所以因为这样的山脉，我们有很多特产，我们有凤梨，像今天来报名的人全部都送他一颗凤梨。那我们有更有名的，就是我们南投的茶叶是全国产量的60%几，所以我们民间是我们南投的8大茶区之一，就是松柏长青茶，这是蒋经国先生当年命名的。那我们还有民间街上当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包括闽南话叫做烤地，反正你骑进去看。民间的东西，街上的东西都很好吃。很多在地好朋友都跟我说，民间的食物是不踩雷的，就是你随便走进去一个小吃店，或者随便一个摊商茶叶蛋啊，都是好吃的，几乎不踩雷。对，乡下的东西就是很物美价实。而且因为我们南投的农特产就是新鲜又丰富嘛，食材好，东西就好吃。是我们是观光大县，也是农业大县。对啊，哇，好期待！民间有个交通工具就是火车，因为觉得南投不是没有火车吗？彰化的二水有一条支线到水里乡的车程，所以各位来民间还是可以从二水坐火车、坐小火车坐到左水，或者像我们这样子用自行车探索，真的也是很棒的，对不对？两铁也很棒。对，不只是我们今天的民间的脚踏车骑乘哦，我们还可以有机会8月9号。到我们的竹山小镇的乡野传奇，它也是骑脚踏车。8月16号到草屯鸟嘴环潭慢骑。那我们在8月23号在集集有一个集集小镇的彩虹慢骑。那我们在10月4号到10月12号还有一个世界茶叶博览会，在中心新村。那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看星空、喝茶、骑脚踏车。
那享受低碳旅游的快乐。谢谢副县长，我觉得这个找到达人啊，收获很多。那红毛哥一个劲的往前冲，冲错了没什么用，要这样子。没关系。对，副县长先有给我一个方向哦，我大概要找什么样的农产、什么样的美食，我就知道了。谢谢副县长，谢谢处长。踩 bike 不踩雷，南投正好。南投旅游100K 自行车小镇漫游，在参加完南投美食文化巡奇之后，我和红毛哥也继续规划了民间小镇慢旅巡奇的旅程。我们计划探索台湾第1茶乡民间，边骑边欣赏沿途层层茶园绿意，还能品尝在地好茶和茶美食。用味蕾记下民间的风味，相信这会是一场极具地方特色的茶乡慢旅。哥，你骑太快了！哇，你真的是骑得很快，我才不过一个转身一个转弯没跟上你，居然就看不到你车尾灯了。没有，不是我骑太快，是这里风景太美了。我本身很爱喝茶，哇，这边我看到好多茶园，我就想说，赶快来看看，哇，真的是满山满谷的茶园呢，好美哦。对啊，我们来到这个松柏岭这块地方，它就是台湾以产茶最为著名的区域，台湾有40%的茶都是这里出产的。哇，40%！它这里的气候、土壤、水质通都很好，所以茶叶品质特好，难怪你会想要被这个茶园吸引，理所当然。吸引这美景，漂亮是漂亮啊，不过这骑一骑还是会累哈。啊，我懂你意思，哥 ，I got you，I got you， 有点肚子饿。对，我来处理，Follow me， 好吃美食。红毛哥，我们这边把车停好之后，要好好逛一下，因为这里一整条街都是茶行。对啊，它除了卖茶之外呢，还有很多茶点。这里啊，等于我回家一样。怎么说？因为寿天宫呢，就是我的守护神庙，我的守护神就是玄天上帝。我常常回来这边，这边除了茶叶之外，还有很多茶类的小点心。原来你对这里这么熟门熟路，我还想告诉你说，这些茶行可都是有寿天宫庇佑的。没想到你本人也是寿天宫庇佑的，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应该你带我找美食、找点心啊。那当然喽，我知道前面有一家茶叶蛋非常好吃。好像有闻到香味耶，应该就是那一家吧，我闻到的香气。对，陈大姐，你好。你好。远远的就闻到这里的香气耶，对啊，好香哦，茶叶真的很香，卤味的香气也很香，肉品的旁边，哇，用心去做，用那个茶叶先去煮，先去染色，然后再起来洗一洗后，再来这边卤。你自己家里面开茶行的，所以都用这个在地的茶，自己的茶来做。这种用自己的茶做的茶叶蛋吼，最好吃。而且他们说这个茶叶蛋的这个茶汤的茶色吼，是用茶叶来的，它不是用色素，所以吃起来茶香特别的浓。哇，想吃。来，小朋友们，看看来，哇，来，看看，真的很好吃。吃看看，不要烫到哦。太会煮了吧？好好吃哦，很香哦。它的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一点都不死咸，有入味。它入味的是茶叶的味道，而且蛋本身的那个熟度刚刚好。是。蛋白也很 Q 哦，这个蛋本身也挑过哦。对啊，挑过。蛋黄也没有散掉，也没有沙的那种不好吃的感觉。所以在我们松柏岭这边，用松柏岭的茶制作的茶叶蛋，还有这个卤豆干啊，香很好吃。豆干真的也很入味。豆干呢本身它里面的孔豆都吸满了汤汁，而且有中药味啊。对。而且豆干有一种甜的味道，会回甘的那种甜。姐姐很会卤东西，茶叶蛋、卤豆干，用心去煮的。
问题，这一扇是任意门吗？刚刚我明明就是在松柏岭看茶园，怎么过了这扇任意门之后，好像到了南法一样哎？是不是有一种画风突然变得很浪漫又梦幻的感觉？有。这个地方本来其实是私人的别墅，所以你会觉得占地广大之外，很有悠闲又细致的氛围。但主人呢，后来很大方，把它开放出来，变成了一个景观咖啡厅。所以我们待会儿啊，不只可以赏美丽的景，这里的吃也没有马虎。不过红毛哥，我看到有马车，太梦幻了，我们去拍照。快！帮我拍，哥，帮我拍。外面的风景很梦幻浪漫，我觉得这里的主餐也让人心花怒放的感觉。哇，谢谢温迪。这个富含多巴胺颜色的餐点，我觉得真的不比外面的风景还要差哎，吃起来一定会让人很开心的，一定会让你开心，因为它这一个火龙果炒饭，你看这个多巴胺的颜色用的就是火龙果天然的色，所以呢不是加色素。而且还把我们在地的名特产、农产品都融合进去了，所以我们这一餐就是我们南投农特产品的一个大餐。它火龙果、水果的甜味跟这个炒饭一点都不违和哎，也不会说有奇奇怪怪的味道，然后它的口感是 Q 弹的，对。饭粒本身的品质是很 Q 弹，跟一般的炒饭比的话，它会稍微湿润一些些，因为是火龙果汁加进去，然后果香，虽然它火龙果本身的气味不是非常非常的浓郁，可是会有一个淡淡的果香出来。蒸布丁，它就是湿滑，然后有淡淡的茶叶清香，这个大推，我个人非常的推，因为我本人呢是超级喜欢有茶品入甜点，我觉得只要茶品有入甜点的时候，这个甜点本身就会有一种不腻的感觉，茶会淡化它本身比较腻的那种口感，让整个甜品都变得非常清香。还有我现在已经吃到下面了，糖水的那种香甜跟茶香，整个比例上面抓得非常和谐耶，就像一个正三角形一样，三者都融合得恰到好处。我现在感觉到后韵了，我现在整个口腔里面都是茶香。对啊，厉害的茶就是会回甘，没想到做进甜品里面它也会回甘，也是一样哎。对啊，我现在突然觉得我现在口腔里面就一阵茶香哎。完全不粘牙，而且它软 Q 当中还带一点脆口。这个真的是譬如说下午茶，3、5好友自己待在外面欣赏美丽的南法风景的时候，再喝个小饮料，配这个一定很棒。很棒。那这个饮料也是我们在地的农特产品吗？刚刚有看到火龙果园，有看到茶园，还有看到凤梨田，你记得吗？对，有凤梨田。你看到的什么都在这张餐桌上了，太厉害了。所以这一餐是结合了我们南投在地的农特产，连饮料都是。气泡饮然后还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感觉，凤梨多多。加上了气泡，整个高级感就提升了。有凤梨果肉在里面。对，我刚刚还在想说，它为什么要用宽吸管？原来它把气泡饮、凤梨那些都结合在里面，都还有果肉。有果肉就是表示新鲜，真材实料。对。
吃饱了，喝足了，骑一趟南投旅游100K 小镇漫游，运动量和度量都获得了满足。穿梭在山城小镇之间，不仅骑得轻松惬意，更能好好认识在地故事，是适合亲子好友同游的假日活动好选择。让我们期待下一场，再次漫游南投小镇，感受慢活魅力。